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离婚协议暗藏玄机，冯绍峰4年后首次揭秘事业巅峰竟因这。赵丽颖和冯绍峰这对曾经的娱乐圈金童玉女，如今各自精彩。4年过去，一个成了白玉兰提名的实力派，一个在年代剧里寻找新方向。这可不是什么我的天啊的惊天大反转，更不是什么展望未来的玄学预测，而是实打实的娱乐圈现状。想当年，两人在知否片场，一个裹着军大衣啃剧本，一个保温杯里泡着虫草。这画面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拍王家卫电影呢。充满对比的文艺范儿，戏里两人甜甜蜜蜜，戏外却各有各的活法。一个河北农村出来的拼命三娘，一个上海滩长大的贵公子，这组合比豆渣配油条还让人觉得新鲜。赵丽颖中专毕业，从选秀节目一路杀到100亿票房女王，妥妥的寒门逆袭代表。产后5个月就复出拍戏，这劲头连996都的甘拜下风。再看冯绍峰，人家可是10岁就跟着父亲出入广交会，妥妥的商业精英预备役。中戏毕业，开着保时捷进组，爆红前就在上海有3套房，这配置说他是人生赢家也不为过。两人的消费观那更是天差的别。赵丽颖在超市精打细算，冯绍峰买限量款球鞋眼睛都不眨一下。一个把赞助珠宝当宝贝，一个把100万名表当玩具，这哪里是消费观不同，简直是2个星球的生物。豪门生活哪有那么容易？冯家那可是老牌的纺织世家。2019年，赵丽颖在协和医院的贵宾产房生孩子，冯母带着3个金牌月嫂坐镇指挥，这阵仗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拍轻功剧。这边婆婆想着孩子要落上海户口，那边赵丽颖产床上还惦记着剧本。月子餐里的虫草花椒到底是补品还是枷锁？估计只有赵丽颖自己心里清楚。冯家饭桌上的暗战比任何一部宫斗剧都精彩。赵丽颖回个工作信息，婆婆就搬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老一套，为了拍戏控制饮食，又被解读成嫌弃婆家饭菜。就连给孩子选早教班，都能引发海归派和本土派的世纪大辩论。不过，在财产分割这件事上，两人倒是展现出了商业精英的果断和利落。17家企业像搭积木一样拆分重组，干净利落。赵丽颖保住了合颂传媒这个大本营，冯绍峰则转战资本市场，玩起了钱生钱的游戏。更绝的是，两人合开的影视工作室，离婚前3个月就注销了，这速度比上市公司退市还快。4年过去，赵丽颖活成了现实版许半夏，在白玉兰红毯上，她自信从容的微笑，让人想起那句钱是钢，人是铁。冯绍峰呢，虽然在灼灼风流里被吐槽古装扮永久，但他投资的长空之王却在票房市场杀出了一条血路。看来上海男人骨子里还是带着生意头脑的。他们的故事就像《红楼梦》撞上了《欢乐颂》，一个带着旧时代家族的影子，一个带着新时代女性的野心。当赵丽颖在时尚盛典上大大方方地说出我来自河北农村时，冯绍峰正在金融峰会上谈影视投资。这画面真有点像《围城》里说的，城外的人想进去，城里的人想出来。如今85后女明星们集体上演离婚等于事业巅峰的戏码，杨幂、赵丽颖用实力证明，当代独立女性的归宿不是豪门，而是片场。数据显示，顶流女星离婚后商业价值平均飙升37%，而男星却可能面临分手等于过气的风险。看来，现在观众已经不吃豪门恩怨那一套了。
倒是他们那个在热搜里长大的孩子，以后看到小时候的全家福，会不会像我们看《楚门的世界》一样恍惚？当马术课遇上剧组探班，当静安寺的钟声遇上横店的打板声，这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，或许比父母更懂人生如戏的含义。人生的剧本还得自己写。2. 赵丽颖深夜晒照官宣喜讯，网友泪奔，再见了，冯绍峰！感叹号。凌晨3点的录音棚里，白炽灯将话筒镀上一层冷光。赵丽颖裹着羽绒服蜷缩在监听设备前，指尖划过波形图上起伏的声纹，像抚摸布达拉宫转经筒上的经文。当藏语祝福的最后一个音节完美收束，他对着屏幕露出疲惫而满足的微笑。这是布达拉宫纪录片的第37次重录，也是他与过往岁月彻底和解的暗号。1. 深夜的镁光灯，从龙套到破局者。9月的夜风裹挟着桂花香，穿透领奖台的红毯。赵丽颖攥紧飞天奖杯时，指甲在掌心压出月牙状红痕。礼服从香槟金渐变到墨黑的裙摆，宛如她19年演员生涯的隐喻。从新《还珠格格》里镶边的晴儿，到风吹半夏中叱咤钢铁行业的许半夏，她将圆脸演步了大女主的嘲讽练成了淬火的剑。颁奖词响起时，她哭的睫毛膏晕染成水墨。我没准备感言的哽咽里，藏着被黑粉称作陪跑女的10年酸楚。这页注定刻进内娱编年史。当赵丽颖纪录片首秀的词条带着爆裂式数据冲顶热搜，人们突然意识到，那个曾被断言称不起收视的农家女孩，已悄然改写了游戏规则。4大平台热度同时破万的成绩单，映照着录音棚里冷掉的盒饭，也照见横店群演时期啃硬馒头的倔强。2. 解构与重构，85花的生存法则。娱乐圈向来擅长给女演员贴保质期标签。当同期85花仍在古偶战场厮杀，赵丽颖早已撕碎剧本，闯出新赛道。幸福到万家的和幸福在玉米地里挥汗如雨时，她同步在第20条演绎聋哑母亲、农妇与律师的身份切换间，完成从流量小花到巨抛脸艺术家的蜕变。网友戏称，别人转型要策划3年，颖宝直接开启降维打击。这种颠覆性成长早有预兆。知否杀青宴上，冯绍峰望着尚未出戏的赵丽颖感叹，她不是盛明兰，却比盛明兰更懂蛰伏。当年民政局玻璃门开合的轻响，如今听来竟像命运埋下的伏笔。当离婚传闻甚嚣尘上，他用平均60天完成一部作品的节奏，将人生剧情牢牢攥在自己手中。3. 寂静处听惊雷，声音的温度与力量。海拔3650米的高原录音棚，赵丽颖对着话筒调整呼吸频率。藏语扎西德勒的颤音要像经幡拂过雪山，气声处理需模拟酥油茶蒸腾的热气。这种近乎偏执的较真，让布达拉宫的声纹曲线与心跳同频。当纪录片带动西藏旅游搜索量暴涨230%，人们终于看懂她的野心，不是要做聚光灯下的女王，而是成为文化基因的转译者。真正的永恒从不在镜头定格处。她为纪录片撰写的结束语，恰似对过往的温柔告别。那些在婚姻登记处被偷拍的仓皇，在红毯上被指摘土气的难堪，此刻都化作录音棚监听耳机里的电流声，细微却坚定。4. 破茧时刻，小镇女孩的逆袭叙事。河北廊坊的星光从未如此明亮。当赵丽颖工作室晒出4大平台破万战报时，老家的麦田正涌动着金浪。这个中专学历的姑娘，用龙套17揣摩的300个微表情，撕碎了小镇做题家的魔咒。网友发现她获奖感言总爱重复许半夏不许愿，恰如角色在钢铁厂摸爬滚打的执拗，她把每个事与愿违都酿成逆袭的燃料。如今重看《陆贞传奇》片场花絮别有深意。
导演喊卡后，群演们瘫坐休息，唯有赵丽颖追着武术指导加练威亚动作。当年被嘲丫鬟脸的姑娘不会想到，12年后自己会成为白玉兰奖历史上首个凭证据提名的85花。5. 换新与传承，大女主的另一种注解。朝阳穿透云层照亮领奖台时，赵丽颖正将飞天奖杯放进陈列柜，与金鹰、白玉兰奖并肩而立的玻璃橱窗，倒映着墙上的西藏摄影作品，那是布达拉宫剧组送的杀青礼物。她在颁奖礼说愿望成真实的泪光，与录音棚监控器里的专注侧脸重叠，拼凑出大女主的全新定义。不必做攀援的凌霄花，而要成为自己命运的脚手架。当赵丽颖陈晓的考古词条再度翻红，当事人早已跨过舆论漩涡。她给工作室下达的指令始终是用作品说话，就像当年婉剧 CP 炒作时的清醒，我要走的路不需要别人指指点点。如今重播《陆贞传奇》的23连冠收视，恰是对初心的最好回应。真正的爆款从不在热搜停留，而在时光里沉淀。尾声，未写完的剧本。深夜的北京泛起薄雾，赵丽颖驱车驶过中国传媒大学外墙，路灯将车窗切割成电影胶片，映出她翻阅新剧本的剪影。乔妍的心事开机在即，女主角设定是离婚后重启人生的心理咨询师，这角色像为她量身定制，又像所有女性的生命预言。民政局台阶上的水渍早已风干，冯绍峰的名字成为百科词条里的历史脚注。当95后小花们还在争夺红毯 C 位，37岁的赵丽颖已把人生活成开放式结局，没有狗血反转，无需他人喝彩，每个天亮都是换新的片场。正如她在录音棚反复打磨的那句藏语祝福，看似轻如鸿毛，实则重若千钧。